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频道，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闻，擅长探索和分享高质量的娱乐话题。如果您同样喜欢满满的正能量，喜欢寻找趣味开心，那么新闻频道一定是您最爱的去处。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新闻频道，记得点击订阅按钮，开启小铃铛提醒，不要错过更多精彩的内容。千万别忘了点个赞，分享给你身边的小伙伴们，一起来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吧。哎呦喂 ，Zen1 我给大家说哈，这两天微博之夜连爆出来的娱乐大瓜，把人性丑恶、内娱乱象一次过抖落个干净。最大的输家，您绝对猜不到，不是杨幂，不是肖战，居然是一位貌美如花的无害颜值顶流。这家伙让公认的顶流中的顶流颜面尽失，无以复加。正常陀螺一般悲催无比的杨幂，居然还不是最惨的那一个，热闹程度直逼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小聚会。跑得快的王一博和躲得快的赵丽颖，无疑先后笑到了起跑线。首先，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 Zen1， 我认为这逆应援真是绕了一大圈，最后还是瞅准了那几位龚俊、杨幂、虞书欣等人儿。对呀，这些大佬心疼粉丝，怎么不早点让他们回家躲雨呢？关键时刻红毯取消，那些打扮的美美哒的大咖们可傻眼了，啥也没瞎掰出来，就这么打道回府了。当天晚上的主持人尼格买提跟斯文佳一看就是一副哎呀我迷路了的表情，全程低头研究题词板。李艾这位老牌主持笑得让人幻觉杜华现身，嘴瓢频率堪称奥运冠军。不过最扎心的还是李艾让张艺谋先下去休息的那一幕，还好尼格买提及时补救，不然老谋子可得郁闷的去找莎士比亚喝酒了。咱们继续说笑话，相当养眼的一幕就是当晚领奖的明星们就像排队领猪肉的默默上台领奖，仿佛批发市场的批量出货。这礼仪小姐就负责捧那束看着寒碜的花，奖杯倒是管不着，明星们沉默的上上下下，这活动一下子变成了哑巴明星大联欢。嘿，主持人忙着说尴尬的话，忘了给获奖人发表感言的时间。要真是想省时间，咱们砍掉那些只有粉丝想看的表演节目不好吗？想必有些观众们也笑得合不拢嘴了，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这种活动真的是为了谁呢？莫非就是为了让我们这群无聊的吃瓜群众开心一把，还是为了让明星们过瘾，刷存在感？现在的娱乐圈真的是有趣到让人叹为观止，这种事件仿佛就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喜剧，里面充满了戏剧性的冲突和矛盾。亲爱的观众们，看了这么多搞笑的事儿，我们是不是要想一想，娱乐圈究竟还有哪些让我们捧腹大笑、翻江倒海的事情呢？ Zen1 我在这儿给大家提个醒，想必你们也有一堆堆的问题想问，比如这些明星们在领奖的时候，他们心里究竟在想什么？那些主持人们，他们是故意搞笑呢，还是真的被逗乐了？最后，这些大型活动到底是不是真的能给我们带来正能量，让我们在欢笑中思考人生呢？行了，别光顾着笑， Zen1 我现在就要大家给我回答，快给我留言、写评论、回答问题，咱们一起来八卦一下，让这个喜剧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让我们在欢笑中一起成长。 Zen1 我不得不提一下，次给足微博面子，做足功课的坦王杨幂，真的给微博害惨了。为什么 Zen1 我会这么说呢？前段时间咱们悲催的杨幂姑娘被一堆网友各种调侃，简直就像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的，在众目睽睽之下，总有人想捅你一刀。话说杨幂、刘诗诗、杨颖，这不就是八五花姐妹团吗？都是咱们家喻户晓的小仙女，但是杨幂这回可就想耍个大招儿了。杨幂非要和刘亦菲争风吃醋，好比莎士比亚说的，比较会使人堕落，结果呢，还是被刘亦菲压了个头。这个戏真是一出好戏啊！而且主办方让两位生活中的好戏之人杨幂和杨颖坐一块儿，居然被网友看出了杨幂脸上的疲态，这就有点尴尬了。亲们觉得呢？看看刘诗诗，去年都没有作品，可还是获得了和杨幂一样的殊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这个奖项没分量，还是杨幂的剧都算是白播了呢？咱们的杨幂心里肯定想，不服就说。再看看唐嫣，连出席都没出席，还是和杨幂拿了同样的奖，这算什么情况吗？这还没完，拒绝出席的赵丽颖也忙得不亦乐乎，
去年的2部剧却双入围年度剧集，简直就是给杨幂补了2个瓜话题。这个戏剧性的对比啊，就像莎士比亚戏剧般，让人搞不清楚真相了。咖位、颜值、奖项，这些都不重要，关键是别人都有提名，到了杨幂这里怎么就没了呢？微博这是搞哪出？这公平吗？对咱们八五花团队的其他小花仙们都还算质感，可杨幂这边怎么就没那么顺利呢？好了，亲们，我就说到这儿，你们怎么看这件事呢？是不是觉得有点像古希腊戏剧般的悲喜剧呢？是不是感觉杨幂这回倒霉透顶啊？咱们来想想，为啥杨幂想和刘亦菲比比看呢？是不是觉得自己实力不输给刘亦菲？但结果却被打脸了，这让我想起了那句话，骄傲使人落后，谦虚使人进步。再来说说刘诗诗和唐嫣，他们虽然没有作品，却还是拿到了奖项，这是不是说明了一个道理？有时候少一点争强好胜，反而能赢得更多的尊重和认可。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奖项到底是有水分，还是他们真的值得获得呢？坐在屏幕前看了整场闹剧的赵丽颖，去年的2部剧都入围了年度剧集，这算不算是笑不吭声的一个巨大的鼓励和肯定呢？有人说，成功的人总是抓住机会，做好自己的事情，那么赵丽颖是不是就是这样一个成功的人呢？欢迎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觉得杨幂这次的操作是不是太过火了？是不是应该多学学谦虚呢？刘诗诗和唐嫣获得奖项是实至名归还是有水分呢？赵丽颖的成功，你觉得是运气还是实力呢？亲们，快来参与讨论，看看大家都怎么看这个问题吧。让我们一起在欢笑中反思和思考，不要忘记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哦。期待大家的回答，让我们一起探讨人生哲学。无疑，整场晚会除了杨幂八五花的剧本，明晃晃是微博有意而为之的彩蛋。杨幂在这一场盛大活动上被主持人间接地调侃，被无序的场面整懵，真是够了。这还不算，到合照大环节，刘亦菲被老总安排站在 C 位，跟李宇春并排，八五姐妹花杨幂也在场，她礼貌的让了一下，居然被活生生的指摘成了心机满满的现场交通指挥，想想也挺逗的，不是吗？话说杨幂还挺有预感的，她在微博上写道：2023请对我好一些。哎呀，这可怜的老妹子，2023年刚开始，负面新闻就缠身，这种预感简直就像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过的，预言家之所以能预知未来，是因为他们能够洞察现象背后的真相。再说说出头鸟王一博，他也深知这些大型活动的重要性和尴尬度。名媛们云集的活动可不多，要么是微博这种大家都用的平台，要么就是鹅厂这种大型视频平台。微博之夜可是吸引了无数明星粉丝，大家都期待着鹅厂多点踢馆子，因为这年头能把内娱的各路大腕汇聚一堂的活动可不多。除了微博这个强揽天下英豪的社交江湖，那就是鹅厂这个横扫八荒的视频平台了。说到内娱，有谁不想见识下鹅厂的盛世繁华呢？社交江湖，微博傲视群雄，却也让人忍不住期待鹅厂不断搅局的一天。鹅厂虽无社交江湖，但大型活动却层出不穷。自微博之夜闪耀登场，2023星光大赏的邀请名单就炙手可热，王一博更是如日中天。王一博这位忙得团团转的男艺人，参加微博之夜可谓被逼无奈。上海的剧组，上海的活动，虽然微博对他心头不善，但双方亦无撕破脸皮之意，便在活动前2天敲定了王一博的到来，让粉丝们忙得不可开交。大家都以为王一博参加微博之夜是3分钟热度，表现可能平平，穿着更是一般般。毕竟其他艺人为了借高定，超季款都是提前踩点，还得防止撞衫，至少得花上半个月。甚至有传言说，内娱化妆师被预定的一干二净，每个人都负责3位以上的艺人。但谁曾想到，王一博一亮相变成了焦点。他身穿纪梵希2023秋冬款黑色长款西装套装，脚踩陆伯廷红底牛津鞋，最重要的是，他的衣服上镶嵌的香奈儿1932系列星星胸针，与之前的月亮胸针和太阳胸针凑成一整套，闪耀的简直令人眼花缭乱。王一博的表现可谓是亮瞎众生，拍戏的他并非早有预谋，当其他人忙着借衣服时，他依然在片场；当别人担心撞衫时，
他还在戏里奔波。可当众人纷纷亮相时，王一博的穿着首饰却是最为出众的。或许正是因为这惊艳的能力，微博之夜刚刚落幕，星光大赏就迫不及待的开始拟邀王一博了。坦白说，拟邀这种事情对于老江湖们来说根本不值一提。真正令人信服的是，官方宣布拟邀不过是主办方美好的白日梦，他们甚至可以拟邀所有艺人，甚至于四大天王也能挤进名单，结果如何就看造化了。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 Zinman， 我认为这场内娱大战真是热闹非凡啊！王一博凭借超强的逆袭能力成功抢镜，而星光大赏也开始瞄准这位人气小生。可谁知道这场拟邀大战究竟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大家是否已经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期待王一博再次闪耀星光大赏呢？在此 Zinman 我要提醒大家3个问题。第一，王一博能否顶住压力，再次成为活动的焦点？第二，他会不会再次为观众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第三，星光大赏究竟能否超越微博之夜，成为新的内娱盛事？好了，大家别犹豫了，赶紧留言、评论、回答问题，说出你们的看法。让我们一起期待王一博在星光大赏的精彩表现，共同见证内娱界的乱象篇章。这让 Zinman 我想起了一个画饼的故事，这是一个最新的网络短笑话。你们知道画饼的人为什么总是成功？因为他们总是画出了别人的胃口。好了，没时间解释，我们来聊聊那个画饼的人。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 Zinman， 我认为王一博就像这么一个画饼的人，现在已经忙得脚不沾地，忙得跟猫一样打滚。他的真爱粉丝们忙着捧场长空之王、热烈、维和防暴队，这哥们儿还得顾及12月份的星光大赏，忙成这样，难道不怕自己724到累趴下吗？啊，对了，让我来告诉你们一件神奇的事情，这位王一博穿的衣服都是纪梵希，还超了2季呢。这跟那些穿当季的艺人比起来，简直就是巴黎时装周的活广告牌啊！想想看，这位香奈儿宠物还集齐了1932系列，这得牛逼成什么样才行啊？这位王一博哥有多拽呢？拽的跟2022微博年度聚集选手一样。这么多大牌明星聚在一起，你说他拽不拽？就跟亚里士多德说的，伟大的心灵总是独自忍受着重担，这么拽，怎么能不招人爱慕呢？而且这个闹哄哄的场景让王一博1秒都不想多待，这么拽，为什么呢？另外一边厢，那些演技派如张译、张颂文、赵丽颖都在那边躲得远远的。现场给刘诗诗、杨颖、杨幂颁发的奖项叫做年度质感演员。质感演员，这是个什么概念？难道是莎士比亚说的有名无实？哈哈哈！年轻演员们拿奖拿到手软，连奖项都开始造了。赵丽颖2部剧《风吹半夏》、《幸福到万家》均入围年度最佳剧集，看来这大热天的奖项也开始炖汤了，哈哈哈！好了，现在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当我们的娱乐圈如此繁华，流量如此之高，有没有想过这背后的价值是什么？这让我想起了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价值观决定命运，所以我们的价值观是否应该被这些荣誉和成绩所捆绑呢？再来看看那些奖项背后的质感演员，他们究竟是怎么定义的？是不是只要流量高，谁都能成为质感演员？这让我想起了莎士比亚的名言，名与实之间，何处是真？嘿嘿嘿，看来这个问题还得大家来回答啊。那么我在这里提出几个问题给大家，当我们在关注这些明星的光环时，是否也应该关注他们背后的真实演技？流量真的就等同于实力吗？我们如何去衡量一个演员的真正价值？我们应该如何去平衡娱乐圈的这些繁荣和其背后的真实价值？好了，现在就请大家踊跃发言、留言、评论、回答问题，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有趣的话题。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 Zinman， 我认为质感离不开作品，您说对不？那部火的不要不要的风吹半夏，给他打个豆瓣8.2分的35万人可不是闹着玩的，这就是质感，对吧？这部剧可谓特立独行，男女主不是卿卿我我，却各自拥有 CP。咱们的女主许半夏，一个敢于挑战的女企业家，从她的创业开始，不仅见证了女企业家的奋斗史，还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种种转变。主角团们可谓独树一帜，他们在创业路上干了不少见不得人的勾当。
却不靠主角光环，逍遥法外，反而都付出了应有的代价，这可真是不可多得的现实剧呀。说起男女主，大家一开始都惊呆了，赵丽颖和李光洁这俩人搭，还有欧豪这边也没沾边儿，可谁曾想，中年人的极限拉扯才是最引人入胜的地方。赵丽颖这回可是大胆挑战啊，从娇俏可爱的小花旦变身女企业家，这颖宝不愧是勇敢的演员，无论是《陆贞传奇》里的陆贞，还是《知否》里的明兰，都能看到颖宝的影子。而这部《风吹半夏》中的许半夏，坚韧勇敢，喜欢挑战，有股不服输的精神，真的是不禁让人想起赵丽颖自己。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是什么？亚里士多德曾说过，认识你自己。赵丽颖说白了，可谓是认识自己的大师。古装剧火了，她演了《花千骨》和《知否》；现代言情剧火了，她又演了《你和我的倾城时光》。生完孩子复出，就和当红小鲜肉王一博合作有陪。之后，她更是洞察风向，率先开始转型，一部《谁是凶手》挑战悬疑剧，一部《幸福到万家》尝试当有思想的村姑，再来一部《风吹半夏》，直接成为改革开放年代的女企业家。赵丽颖也因此成为85后小花中首位成功转型的女星。赵丽颖的演技之路可谓是演技派中的佼佼者，但凡看过《风吹半夏》这部剧的，有没有让你大呼过瘾，乐此不疲呢？那么我有些问题要提醒大家去思考一下。首先，这部剧中主角们的成长与挫折对你有何启示？其次，女主角许半夏在创业的过程中，她的坚韧和勇敢精神是否激发了你内心深处的奋斗激情？赵丽颖的成功转型是不是让你明白，只要勇敢追求，人生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哈哈，各位观众，看到这里，我真的好想和大家互动一下，所以啊，请大家踊跃留言、评论、回答问题，告诉我你们的看法，让我们一起畅谈这部《风吹半夏》的种种趣事吧。质感应该还包括《幸福到万家》。哎呀，这部剧可真是让不少人热泪盈眶呢。你知道这部剧火到哪儿了吗？不仅北京、东方两大卫视火热开播，优酷也不甘落后的同步播出。说起它的故事背景，哎呀，可是跟张艺谋大导演1992年的《秋菊打官司》有异曲同工之妙哦。但这次可不仅仅是上诉过程，而是让观众跟着女主角和幸福的视角一路走过她的成长过程，简直就是剧集版的现代社会版啊。我们的编剧赵东陵可是个神奇的存在，他手里的作品啊，比如孙俪的《安居》，张若昀的《警察荣誉》，那可都是真实到让人泪目的神作。要说和幸福这个角色，赵丽颖那是把所有美好的词汇都揉进去了，就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所有角落。这剧可谓是写实到骨子里，每个演员都是淡妆出镜，呈现出那个时代的真实气息。哎呀，大家都以为和幸福后来会离婚，可没想到他没离，这才是那个时代有孩子的女人的真实选择啊！为何幸福？这可是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哦。那么，您认为和幸福的选择是不是那个时代女性的真实写照？2. 这部剧是不是让你们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氛围？3. 赵丽颖是不是成功的诠释了和幸福这个角色？快在评论区留言回答问题，让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吧。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 Zen1， 我可以说质感离开了作品就没有了灵魂。进而反观这个提出质感概念的谣言大本营，让没出息的赢家，作品本身却发出了最大的轰鸣，让出息的输家2个手掌都数不过来了。那么您猜得到最大的输家又是谁呢？刚才 Zen1 我已经深扒硬核了，微博之夜究竟发生了什么好玩的事儿？输家不是杨幂，不是肖战，居然是一位貌美如花的无害颜值顶流。这家伙让公认的顶流中的顶流颜面尽失，无以复加。让我们来看看胡歌这位首次参加微博之夜的嘉宾，他可是领了一座大奖，还给吴磊、龚俊、王鹤棣、虞书欣颁了奖。不过 Zen1 我得说，这次的阵容和座位安排真是 CP 之夜，只不过其他的安排都像打了水漂似的，最后就只剩下王鹤棣和虞书欣这一对被台上直接 Q 了。啊哈哈，你们知道吗？节目组还搬出了一个咕卡道具，让台上的明星拍大头贴。就在王鹤棣、虞书欣、吴磊按前排顺序站好，胡歌准备入框时，突然被龚俊这位猛地冲到 C 位的家伙给挤出去了。哎呦，这是怎么回事？
胡歌的脸上都立马出现了一种我究竟是谁？我在哪儿？我这些年都白干了的难以描述的复杂表情。对于这位老于江湖的大帅哥而言，这位牛逼哄哄、笑面如虎的小帅哥，真的是惊天炸弹一样的抛掷存在。好吧，不过 Zenman 我觉得胡歌下次也不会再来了。说实话，虽然我对龚俊的美貌没有意见，但这次的夸张举动确实让人有些无法接受，一丁点的尊重都没有，也难怪当年 CP 的老友记被他活活坑了。这次的内心肮脏和扭曲也终究没能忍住浮出水面，哈哈，亲们，看完这些搞笑的事儿，你们觉得是谁才是这次微博之夜最大的输家呢？又有哪些矛盾和冲突值得我们去挖掘？对了，你们觉得胡歌会不会真的下次不来了呢？嘿嘿，希望你们能够在评论区留言回答这些问题，和 Zenman 我一起互动。我们在这里一起开心，一起鼓掌，一同惊讶，一同摇头。嗨，今天过得怎么样啊？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